头看似人畜无害，却是魔术师们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只是随手拿起一杯82年的凉白开，就可以变成陈年已久的拉菲。旁边的男人本想夸赞一番，老头却就伸手表示，这一切都只是魔术的障眼法。如今的他早已退出魔术圈多年，改行做起了魔术揭秘生意，每年光卖出的 DVD 就可以绕地球5圈。他声称观众相比被人愚弄，想了解真相的欲望会更加强烈，于是来到一场大型魔术表演现场，用小型录像机拍下全部过程。此时魔术师让观众随机挑选3个号码，选出今天最幸运的那人一起参与。很快这人就被请上了舞台。当得知男人来自于遥远的法国，并且自己的钱都存在该国银行后，瞬间给表演增加了难度。这意味着4骑士要在拉斯维加斯抢劫远在千里之外的巴黎银行。如此高难度的挑战，却依旧没有难倒眼前的4个骑士。他们让男人带上准备好的道具，然后从纸牌中选出一张，并且签上自己的大名。随后亨利抽出一条长长的黑丝带，瞬间舞台中央出现一台穿梭门。随后男人便走了上去，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，嗖的一声消失。还不等所有人回过神来，屏幕上竟出现了男人的身影。原来男人已经来到银行保险库内，随后跟着丹尼的指引，缓缓走向堆满3000万的站台，然后掏出刚选好的纸牌，用入场券的存根进行包裹起来，随意丢进了里面的夹缝中。与此同时的巴黎银行工作人员正照常准备上班，并带着保安前往保险库巡查。此时保险库内发生异常，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天而降，将钞票从地面吸入上面的通风口，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转运。等银行人员打开保险库的那一刻，里面的现金早已不翼而飞，仅剩男人留下的纸牌和入场券存根。此时的拉斯维加斯表演现场早已钞票漫天飞舞，所有人都在为骑士们的表演狂欢。而如此猖狂的银行抢劫必将引起国际联邦调查局的注意，于是派探员班纳博士进行调查。虽然4骑士都被警察抓住，但无法给他们定罪，因为当晚几万名观众都可以作证，摆脱不在场的真实证据。如果非要给他们定罪，那就等于承认世界上真的有魔法。面对两难的尴尬境地，警方只好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将几人无罪释放。随后便将矛头转向那名观众，怎料他上场就被梅里特催眠过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显然这人也不是4骑士的托，这让班纳十分懊恼。然而在他一筹莫展之时，案件却迎来了转机，因为当时揭秘大师布莱德利也在场，并偷偷录下了魔术的全过程。于是班纳放下身份前来拜访，只见布莱德利端起水杯，随意晃动了几下，白开水瞬间就变成了美酒。正当班纳为之惊叹时，老头便伸出手掌展示玄机，还表示自己并非魔术师，而是所有魔术师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因为自己专职对魔术揭秘，仅仅只是发行的揭秘 DVD 光盘都可以绕上地球5圈。班纳瞬间感觉自己找对了人，于是来到了当晚的魔术表演现场，揭发4骑士如何千里隔空抢劫银行。首先让班纳戴上道具头盔，然后站在所谓的传送门，紧接着一个按钮摁下开关，班纳就掉进了金库之中。原来4骑士早在舞台的下方提前准备了一个1比1的银行保险库，而看似随机选取的观众其实是他们抽签时就动了手脚。同时那个法国男人一开始就被当成目标，经过4骑士的轮番催眠暗示，从巴黎骗到了拉斯维加斯，并且坐在了指定的位置看表演。而至于巴黎银行里的钱是怎么消失的，那就更加的离谱了。原来几人提前躲在运钞车底下，然后对司机进行催眠，并且用魔术火纸做的假钞进行替换，在设定的时间内点燃火纸，最后通过通风管道排出保险库，不留下任何气味和灰烬。自此整个抢劫过程全部完成。然而这一切都是老头的推测，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为此他们只能等待4人的第2场表演，从中找到他们的把柄。殊不知这一次的表演更加刺激，催眠大师梅里特让观众写下存款余额，然后高举自己的头顶，随即他便挑选了一名女观众，在对方数数的时间里便猜出了女观众写下的余额。而当轮到下一名观众时，他就脱口而出整整6500刀。如此惊人的超能力很快便获得所有观众们的认可。紧接着他邀请赞助商亚瑟上台参与，同时也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卡片，上面显示着亚瑟1亿4千万的余额。随着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照射，上面的金额竟然凭空消失了7万刀。与此同时，女观众的手上却多出了7万，而当一旁的助手再次照射，卡片上竟再一次消失28万。同时亚裔女性赶忙告知自己的卡片上多出28万。本以为这是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，但很快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一则短讯，账户上的余额接连发生了改变，瞬间让老头开始变得紧张，因为他知道4骑士的魔术都是真的。在场的观众开始热血沸腾，唯独只有亚瑟不知所措。原来在场观众都买过他的保险产品，却从未获得过相应的赔付，如今却在一场表演中获得兑现。此时亚瑟要对4骑士报复，却发现自己被一根铁链锁住，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人逃脱。可当警长班纳前去阻止，却被10几个观众扑倒在地。原来在演出前，这些观众早被魔术师催眠过，在听到不准动3个字后，便会触发一种特定的行为，即使是警察也强行阻拦。但还好提前安装了追踪器，只能跟着红点不断追逐。然而当班纳追到那时候，却与一人撞了一下。此时警察们都集中锁定位置，到达后才发现红点竟是警探班纳本人。事后班纳越想越憋屈，不仅没有把4人成功抓住，还把警局的声誉变成了笑柄。但很快他们发现班纳的手机被植入了芯片，
才导致警方的所有行动都被四骑士提前知晓。于是他们利用反追踪的手法查到了几人的老巢，同时四骑士也发现已经暴露，赶忙收拾东西逃跑，留下了快手神偷杰克殿后。与此同时，富豪亚瑟找到了解密大师老黑，花重金让老头帮自己复仇，并且要将几人大卸八块。很快，警察来到了四骑士的老巢，此处早已人去楼空，只剩杰克一人在屋内躲猫猫，其余3人则从后门逃脱，而老黑在此守株待兔，并打电话询问亚瑟如何处置。Shredded. I'll tell the chef. 另一边，杰克拿起抹布，趁着警察一个不注意，将毛巾塞入口中，然后反手脱下他的外套，直接塞入水槽的破碎机里，并扯掉他身上的皮带，在班纳进门的瞬间打掉手枪，然后转身当作手铐，一个躲闪就靠在了椅子上。此时特警传来行动指令，他赶忙学习班纳的说话语调，仅只是简单的2句，他便模仿出班纳的声音，用对讲给特警们发出指令，让特警们对上1层楼发起行动。随后他拿走地上的图纸，并用火球发起攻击，眼看班纳一脚将其踢飞，但扑上去后却空无一人。此时杰克逃出门外，班纳赶忙追了上去，怎料杰克飞身一跃，直接跳进了垃圾管道，这让班纳也不得不紧随其后。逃脱的杰克本想绕过警察，却还是被2人发现，身手了得的他机智逃脱，并抢走了他们的汽车。为了抓到唾手可得的杰克，班纳一直跟在后面狂追，甚至还派出了直升机。眼看自己离杰克越来越近，却被前面的客车阻挡。等杰克的车辆再次出现，意外竟突然发生。班纳本想上前救人，怎料油箱爆裂洒满车身，在警察的阻拦下，他还是没有将杰克救出。最后只拿到了几页表演资料。通过里面的信息，警方查到了4骑士的下一个目标，就是某仓库里装有5亿现金的保险柜。随后他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仓库，打算提前做好一切部署。可刚到里面才发现，仓库里的保险柜早就不翼而飞，原来是他们自己人下令转移，而那个下令的警察也被催眠过。为此他们跑出仓库，将转移的车辆提前拦截。开门后发现保险柜依旧还在，于是班纳几人潜入车厢，等待4骑士自投罗网。他们将车开到了指定的地点，这时一个女人出现，她毫不犹豫地打开后车门，本以为可以抓住几人，却发现赶来的竟是老黑。此时班纳怀疑幕后黑手就是他，结果老黑却让他先打开保险柜看看。为了让老黑彻底认罪，他让人拧开保险柜旋钮，结果旋钮上连接着一根丝带，随着班纳飞速拉扯，里面竟然装满了一堆奇异泡泡。很快4骑士的表演正式开始，一场炫彩的表演随即展开。正当观众都在为4骑士欢呼时，警察们正在搜寻着3人的踪迹，因为他们的表演是靠3维立体投影，想必正躲在某处进行表演。此时警察看见3人缓缓升上平台，便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竟全是3个假人模特。很快班纳带着助理找到了投射地，可3人却出现在了最高点，他们向观众发起告别。突然画面一转，瞬间又转移到了另一个高台上，赶来的班纳正准备发起抓捕，怎料3人飞奔一跃，竟变成了万千张钞票，消失在了夜空之中。本以为3人挥金如土，结果全是他们魔术使用的道具。事后老黑回到车库取车，正当开锁的瞬间，里面的现金犹如滔滔江水。同时警察也迅速赶到，被陷害的老黑也只能默默承受。如果我说影片就此结束，宝子们必定会恶狠狠地骂我，你们肯定会问发生了什么。直到班纳找到被关的老黑后，一切真相才水落石出。他告诉眼前的班纳，4骑士运用了魔盒的表演手法，在仓库内安装了一面大型反射镜，利用镜面反射迷惑警察。当所有警察赶到仓库后，里面就显示保险柜已经被盗，然后利用假的运钞车将所有的警察全部吸引离开。最后有另一个人进入仓库，奋力丢出一把80的榔头，将里面的镜面打碎，并用溶剂融化10厘米厚的肛门。而这个人就是杰克。可班纳却坚定杰克已经死了。然而令他不知道的是，当时被遮挡去路的巴士车就是催眠大师梅里特所为。他在巴士前方准备了一辆轿车，然后利用车祸迷惑警察，以为杰克出现意外后死亡，而主驾驶上的人则是4骑士们偷来的尸体。当班纳询问几人做出这么多，难道就是为了陷害老黑？此时的老黑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唯独这点一直都没想明白。正当他不思其所时，同被关在牢笼里的班纳竟突然间消失不见，直到他转身后才发现班纳已经出现在牢笼之外。Who are you?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What do I want? I want you to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in this cell, staring at 4 walls and wondering how you missed it. 原来召集4骑士的那个神秘人正是如今的警探班纳，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报多年的杀父之仇。因为他的父亲也曾是位知名的魔术师，由于老黑把他的魔术一次性揭秘，逼着父亲只能冒险开发新的逃生魔术，然而却因为制造商偷工减料，保险公司老板拒绝理赔，这才葬送了父亲的生命。而这3场魔术表演，就是为了报复银行老板，还有那个亚瑟老头和爱揭秘的老黑。随后画面一转，班纳与4人再次相聚，然后乘坐上了转动的木马，开启下一次的精彩表演。